在外面听到清脆的声音。门蛋儿，门蛋儿，我天哪！摸摸他的肚子，轻轻说，轻轻对，就再进去一点点，感受一下他太冷。行，别把他踢我，不行，不行，他在不给我进去。发现这一堆瓦片有被顶过的痕迹，门灯是从这儿离开的。其实这么多天以来，我一直在想，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？
他来了，我照顾他；如果他离开，那一定有他的想法。我一边说着没事儿，一边又迫不及待地拿着吃的，沿着他当初带我的路，想去找到他，想抚摸他，想看看他是否安好，想看看他是否已经顺利生产。这一路走来好遥远，心情特别复杂。一路都闻到农药的气味，桃树山上的农户都开始打农药了，不知道对野猫咪会不会有影响。没有找到它，我又看了一遍它的巢穴，真是一个干燥、安静、天然的庇护所。我把罐头倒在原来投喂的地方，很远很远，我就看到一只酷似猛蹲的猫咪。猛登，我喊它，它停下来看着我。猛登，是不是他呀？等我哈，我来看你。等我走近看到它，猛登，发现它的身姿异常的敏捷，不是猛猛登，好像。但就像猛登的孩子跟猛登长得一模一样，连毛色都一样，体型大小。回去的路上又看到一只，好漂亮。这些小幼崽我平时怎么没有见过呀？妈妈是不是牵猛挂你登出来才出来的啊？不是因为这些没有长大的孩子吧？我照常下去猛登带我去过的地方呼唤他。猛登，你真的在这里？奇迹出现了，你还没生宝宝。他竟然缓缓而来，挺着个大肚子。辛苦了，宝宝。天哪！他还没有生，他只是行动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了。带我的真的是他的窝。赶紧给家人朋友打电话报平安。等着爸爸回去拿猫粮的时候，我都快要哭出来了。肚子实在太大了，已经不方便再走这么远的路上去找我了。还填起盖来，2个棍儿，几颗虾，还没有吃够。我们一走动，它就跟。我知道猛登很喜欢我们陪着，喜欢贴贴。